娘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你上一次在幽玄之间说的话，看来是真的。从我履任白晓生以来，从来未有过片言之语，弄虚作假。难道你真要跟我作对吗？天疾峰从来没有候选人背叛，以前不会有，到我手上亦不能有。别以为你我曾经相好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清理门户，也是作为白晓生的责任。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来说正事吧，孙膑是否是候选传人？你现在既然仍是白晓生，这个交易你不会拒绝吧？不会。那么，请你交出价值对等的秘密吧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，在我心里是否真心爱过那个人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不必了，这个所谓的秘密已经毫无意义了。好，你既然这样说，是想要恩断义绝了吧？我拿我的身世秘密来交换，总可以了吧？请。即便她是公主，身份也不可能比我重要。天道已经告诉我答案了，你的候选传人是不可能来的，这个不行，下一个也不行，我是不会让你卸任的。你尽管尝试。那我们走着瞧。若冰，老袁，找我有事啊？是不是兄弟？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在做梦时没那么容易醒过来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在天疾峰幽玄之间试过一次。你真的找到了天机峰所在？我知道做梦的状态跟打坐深沉静境很相似，但是我境界不高，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如果我说想要进入这样的定境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可以依靠药物，但依靠药物太危险。开始服用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没有大碍，一旦用多，便会中毒，而不自知。哎，我不要听医理，我要听办法。可以用针，刺激特定的穴位，或许应该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，而不必服药。用针？那岂不是每次都要找你？不行，太麻烦了。你干脆教我，我自己来。中国的针灸博大精深，岂能一蹴而就？我们也要学整套针灸术，你只要告诉我刺激哪个穴位，示范给我看便可。有言在先，此法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，一旦达成，切记不可沉迷于你所追求的梦境中去，否则会导致你判断混乱，你将分不清真实与假象。
少啰嗦，来吧。导师，那人说的正是你多年心结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，加以了断吗？我当然想知道，不管他心里有没有我也想他亲口说出来。不过，他连这种事也能拿来交换，我心里已然明白。而且，我一旦卸任，便马上要跟他展开生死斗。这种答案，对我有害无益。他已知孙小姐是候选传人，有危险了。聚贤山庄已破，他们一伙人四方流窜，要寻找绝非易事。只要孙敏到达天极峰，便一切无恙。对别人来说是难事，对你来说易如反掌。正是如此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是在做梦？别多问，速来天极峰。青龙会的大老板在追杀你，一刻也不能迟疑。快！天来，老师，其他的据点都已相继失守了。老师，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了。上天极峰。早啊。早。弹得不错。来坐。好。南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认得我吗？
我们不认识吧？南平，我是大军呐！南平，我是大军呐！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这位客官，不要骚扰我们的月宫，请您出去。哎，南平，请您出去。客官，走吧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南平，来，南平，是我。你究竟是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别再装了，我知道聚贤山庄已经被攻破了，你们有可能需要隐姓埋名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可能认错人了，请你自重。南平，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别再装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放开我！别装了，南平。你放开我！南平，放手啊！你别装了。哎，什么人啊？什么人啊？南平，什么呀？我很牵挂你。什么？别动手！哎，快走！你要是觉得他弹得好听的话，打赏就行了，不要骚扰月光。是，走吧。咋办？什么骚扰？他跟我原本就是好朋友。胡说八道！你要敢在这里捣乱的话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算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南平，南平，何必？你看，一兄，严大夫，你也来甲板吹风？你最近用针之后，有没有觉得身体不适，或者有精神不妥之处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严大夫，你教我的针法果然见效神速，我真是佩服你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看来一兄要感通的事物，想必已然得着。多亏严大夫，让我心愿已偿。一兄，子仲有一言，未必顺一兄之耳。哎，你我情同兄弟，有什么你就说吧，我听你的。今见一兄精神亢奋，神采飞扬，一改往日的忧伤萎靡，子仲甚感欣慰。然亢奋并不是好事，一旦沉寂下来，一兄只会倍感抑郁，到时候便又会用针来辅助入定，如此反复之下。哎，行行行，你别说了，你教我的针法我就用了3日，我就没再用了。真的？骗猪骗狗不骗兄弟，我的目标已达，感通已成，已经不再需要施针了。看来一兄神采飞扬，是心结已解之象。子仲多虑了。你会多虑，足见你对我的手足之情。我一封铭记在心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相公，严大夫的医术可谓举世无匹，说他是当世华佗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有道理。慢点啊！哎，好嘞。这个呀，慢一点，千万别碰着，别压着啊！知道了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还死心不改的想要骚扰我们的月宫啊？我跟南平真的是朋友，可否让我见他一下？哎呀，你快点走吧，别再胡搅蛮缠了，不然我就报官了啊！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老板，这里交给我，去忙你的吧。是。这位公子，请坐。不必了，我只想见南平。你口口声声说你认识这位姑娘，可姑娘说了，她并不认识你。你这样硬来，并非君子所为。我亦并非君子，所以今日谁也别想阻我见他。看来英雄是要在这里大开杀戒。
如非必要，我不想。但是，今日如果有人阻我见你，莫怪我。大英雄，你就是把这里所有人都杀光了，姑娘还是不愿意见你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再说，这样吧，我呢先去帮你说一声，请你暂且到外面等候一下。好。刚刚我的表现还满意吗？行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我下次一定带你去别的地方，我答应你。下一次一定带你去，好吗？你在跟谁讲话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我问过严大夫，你用针术刺激穴道，让自己看到幻象。你看到薛若碧了是不是？这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看到的都是幻象。薛若碧已经死了，她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待所有大事完结之后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但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我绝不会让你胡来。行了，不要吵了，我们到了。这位大兄弟，你还要在这里等下去吗？我必须要等他出来，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还是不愿意见我吗？可姑娘说了，她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不可能。她之前出了一些意外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大夫说她从高处摔下来之后，头部受了重伤，所以才失去之前的记忆。重伤？我是在河边发现她的，当时她身受重伤，醒来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老板，那我求你一件事，我可以把南平接走吗？啊，他住在这儿，全部都是他自愿的，我没有强迫他的意思。可是我绝对做不到，我不明不白的离去，置他于不顾。哎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个样子。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白毛出生在白云城，当年白云城主以决战剑神为掩饰，企图谋朝篡位，事情失败以后被皇帝抄了家。而白云城主当年的确有一个小妾是扶桑人，抄家之后便不知去向。由于牵扯到扶桑，当时的刑部觉得太过麻烦，就未予追究。没有想到这名小妾当时已经有了身孕。他的故乡便是扶桑忍者之里甲贺，诞下的孩子也已成为有大成的忍者，并为扶桑进行刺探、暗杀、散布流言的勾当。没想到这个白毛原来是个杂种。他回到中原之后做了什么不得而知，但是他怎么去了皇上身边？当年太子年幼体弱，多次病危，群医束手无策，先皇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求神问道。他就是先皇身边的方士推荐的，说他有通天彻地之能。结果经他一治，太子的确好了不少。从此以后，他便留在了先皇的身边。他用真气为太子续命，皇上跟皇后不懂武功，自然觉得奇妙莫测。这个白毛的确有点道行。他明明在扶桑吃得开，却巴巴地跑回中原，冒着身份被揭穿的危险。为什么？谋朝篡位，复仇。其实他根本没有谋夺大宝的资格。天下间谁会拥立一个像他这样的外族当皇上呢？当然是复仇了。如果是复仇，那就奇怪了。他留在皇帝的身边日子这么久，下手的机会多的是，为什么他又按兵不动？无非是两种可能：一，他想复仇，但不想死；
若他贸然对皇上出手，纵然他是大罗金仙，也休想全身而退。又或者是他的仇人不止一个，他想把皇上留下，作为最后华丽的演出。如果我的计划成功了，岂非我也成了他的复仇对象？王爷，其实这把金椅子从来都不好坐。白云城主当年武功盖世，这个白毛如果有他老子一半的功力，我所有的侍卫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看他可能强爷圣祖，已经超越白云城主了。这个计策是由你提出来的，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办法收尾。法子早就在您身上了。什么法子？天一神水。南平，我说过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我知道你受了重伤而失去了记忆，你难道真的不想换回从前的记忆吗？如果从前的记忆不堪回首，那还不如忘记。或许真是如此，但是最苦之中，可能也有一丁点甜吧。如果苦中真能带甜，那我想我也感受过了。南平，我要出发了，先行告辞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听到这段音律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。你不会全都想起来了吧？或许我曾经真的认识你吧，但是现在我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最痛的不是自己所爱的人不爱自己，而是心爱之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陌路人。国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？要设宴庆祝。扶桑来的货款已经收齐了，你真是个值得信赖的伙伴。就是因为这事儿，国师，本王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一向不好，之前多有冒犯，还请国师不要放在心上。王爷只要别一不高兴，就拿我出气，我便足矣了。国师，别站着说话，来，快请坐。国师，本王敬一杯，希望国师以后多多提携。哼，本王先干为敬。国师，这笔货款
比我们募兵举师的数目可谓九牛一毛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王爷急躁的毛病若是不改，难成大事。我就怕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来。酒里有毒！国师，实在抱歉，我的下人太不小心，早就告诉过他们，天一神水这种东西，绝对要远离厨房。可他们就是不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本王突然不想造反了，还是做一个富贵王爷比较省心省事。我是当朝国师，你杀我，怎么跟皇上交代？如果皇上知道你是白云城主的私生子，是想谋害他的反贼的儿子，那么他也不再需要你的伺候了。本王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死到临头的人总是哈哈大笑呢？我笑的是，陪你玩游戏实在是太累了。君子断交，不出恶言。最后给你一个忠告，给你出主意毒杀我的人，当诛。给你出这个主意的人，难道没告诉你，天一神水的毒效12至24个时辰才会发作吗？你觉得我要杀你，你挺得过12下响指的时间吗？杀了他！这一招便是天外飞仙，旁人不知，以为是剑法，并从死者的死状推敲，以为是剑招快的对手来不及反应，其实是以气劲令其动弹不得。当然，用刀也是可以的。可是你出卖我，我并不怪你。从一开始，也只不过当你是一枚棋子，孔雀翎不是给你谋反用的，而是用来报仇的。要把孔雀翎在紫禁之巅释放出来，到那时，杀我全家的人，我要灭他满门。将孔雀翎毁了，比你还难过。罢了。这个蠢材相处这么久，我也够了。天一神水，这下麻烦了。上师呢？他叫我们来，怎么自己不在这儿？
放心吧，会来的。我一直都在，我等你们很久了。我知道你们心里存有各种疑问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解答你们心中的各种疑问。夫人，知道行吧？管家，东西都装好了吗？好了好了。看好了啊！哇，你好厉害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姑娘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真的全部都想起来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叫南平，我叫萧南平，我想起他来了。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。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快去找他吧！管家，停车！停车！我想起你来了，钟姬。三位来到这里，证明大家是明、聪、敏、辩、敢，武力都超乎常人。从世间武学来看，都是一流高手境界。然而各位仍未真觉是高手境界，却是为何？内功。对。然则，何谓内功？气。气是什么？呼吸。如果说修炼内功的气是指我们呼吸的气，那么我们呼吸的越用力，气应该越强劲。为何所有内功入门都要我们将呼吸调至轻柔？是存想，佛家则称观想。不对，用鼻孔、嘴巴呼吸是假的，存想、观想也只是手段，目的是为了引领气进入身体内，为我所用。此之谓借假修真。气包围我们，穿透我们，在我们身外，也在我们体内，这是所有修真之士所共识的。但是人皆不察，气从何而来？星辰之间最强大的力量，源自于群星相互牵引之力。众星遥相牵引，斗转前行，产生了巨大的能量，所以造成夏至冬升，日月生辰，潮汐进退。而我们人受限于五根五感，只见四季星辰，却见不到这股无处不在的巨力。星宿，难不成像江湖上那些术士所说的，星宿影响命运？不同，这股力量让我们的身体不会分崩离析，让我们能脚踏实地的生存，让四时有序，万物繁生。与江湖术士所说不同，其实每一颗星星就是一个世间，
一个像我们身处的世界。如果我们在星星之上回看我们的世界，也只是一颗星星而已。群星相互牵引，是引力。引力呀，那就好懂多了。我同意。这么说，应该称之为群星之力。你们爱怎么称呼它都可以。这股力量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但它运行不息，来来去去，修真之事察之。引导这股力量进入体内，蓄而积后，变化生妙用，力从身外求。干什么啊？这股力量与心念感通，心识微细成迷，则与气合。因此，修真之事通过调节呼吸，遂与气契合，是为真气。假借经脉，以念导引，成去处运转之功。因此，呼吸是假，经脉也是假，唯有心与气方为真。人不能控气，只能控心。对人来说，心乃最为深奥幽玄。哎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身体发光呢？孙敏，你告诉他吧。我们来天极峰已经是第5日了，在这5日里，我们每日都在幽玄之间打坐冥想。经上师指引，我们已经体会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5识，现下我们正在体会第6识意识。你们一定以为幽玄之间是天极峰御敌的陷阱，其实不然。幽玄之间是一处修炼之所，目的是为了让修炼者快速进入最深定境，掌握心气合一的窍门。因此，如果说整个天极峰是围绕着幽玄之间而建的，也不为过。你们面前的这座天极峰大殿，其实是你们的意识在幽玄之间所共同营造出来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从刚才到现在，一直在幽玄之间打坐？不然是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？你自己松绑吧。看来得给你一点鼓励。你绑得太紧了，我解不开啊！你没有用心去解，你身在自己的定境中，不用心去解，反而用手去解。之身，可在定境之外，我还是血肉之躯。我不明白这种修炼对我有什么用。对，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如梦幻泡影，但你在这里所得到的心气结合之境界，却跟你平日修炼打坐不二。如果有人在幽玄之间看着你，此刻他该看到你的百会穴会有气劲透出。尽力手法都近似于你的意，但是下一次能不能调好你的准？这里只是定境，我在这里练成飘香一剑，难不成我醒来也学会了？定境当中的学不会，那对于你就真的没有什么好指望的。再来，来啊！
炼成我师父留给我的，飘香一剑了。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。你已经超越了武林高手，但是离绝世高手仅差一步而已。可是这一步之遥，却犹如天南地北，遥不可及。你穷极一生也突破不了的境界，试问我如何可以？若想成为绝世高手，除了天资以外，还要有不一样的见地，才能突破自我。你们演练成了？这是我的秘密，你有秘密跟我交换吗？她是一个很开朗的姑娘，喜欢到处游走。现在不知道在哪儿逍遥快活呢。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她现在一定很快乐，期待有机会相见吧。我真想亲自当面感谢他。她一定会知道的。阎王，待我康复，我们就退隐江湖。退隐前，要不要吃一次你最喜欢吃的苏婆的紫苏鸡肉粥？你先休息一会儿，等你醒来的时候，就有香喷喷的紫苏鸡肉粥等着你了，好不好？本来进入第7石是需要做长期修炼的，但是事急从权，只好由你带我们进去了。走进里面，我们便会到达第7石。那个不是画舫吗？不过定境里面出现的东西全部都是假的，对吧？有进步。第7石是怎样的？第7石就是自我，在第7石中，我们会面对自己最原本的欲望，最坚持的执念。大家必须清楚，你们到底为了什么，才成为今日的自己。进去吧，李先生。我什么也看不到。也许你留在我身边修炼一段时候，会有所突破。可是这一次，你就留在这里为我们护关吧。行了，你们进去吧。老头，算了，没事。说不出来就不要说了，只要在你的心里有我这个老师就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亲口跟你说一声，谢谢你，老师。好了，记住，进入定境以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是你自己。还有，记得照顾好孙敏。等这个事结束了以后，咱们俩哎，你别说了，每个跟我说这句话的人，都没办法跟我好好喝一杯。等我们出来吧，到时直接喝。走了。阎王，你是谁啊？孙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只问一遍，孙敏在哪儿？
你谁？我是谁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又或者说，你忘了我是谁？我是吕南人呐！你只是我的幻觉，你不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。你是真的，你是真的窝囊废！自从创教以来，什么事情都给那个臭婆娘打点。你做了什么？啊！我早已厌倦了漫无目的的杀戮人生。你去死吧！你一日不死，我就没办法安息。去死吧！我就知道又会碰上你。你看你，越来越憔悴，越来越像个阴阳失调的老弃妇。看来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谈。要谈的10多年前已经谈过了。你舍弃了青春美丽、肉体欢愉，就换来现在这样。光阴白过，变成明日黄花。就算我与叶飞京朝夕相处，尽享夫妻之乐，最终还不是会年华老去，变成明日黄花。你少自作多情，叶飞京最爱的是他自己，他只不过利用你偷取天外飞仙的秘藏本，你只是个弃妇而已。如果你选择我的方法，凭我的美貌与本领，天下哪个男人不手到擒来？又怎会光阴白过，枯坐边城？你只有美丽皮囊，本领却在我身上。即使你每次都压制得了我，你还是进不了10相之门。我等你很久了，我们从未见过面，你能不能站起来讲话？我们当然没有见过面。每次你在危难的时候，都是我出现救你，而你呢？你却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，直接晕倒。现下你却来这里寻求什么更高境界，岂不是很虚伪？你出现的地方，全部人都会死掉。我们的力量，在找到控制方法之前，绝对不能用。那有什么不好？我们是完美无瑕的，吕英奇、老李、剑神，他们都是多余的。一方和钟敬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其他人。我明白你的痛苦，你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你，没有人可以接受你，那是因为他们都忙着向我们求救啊。我们是西门家的后人，作为强者，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不是自怨自艾的弱者，我们要以强者的姿态向更高境界进发。一峰呢？只有你和我，那么一峰必然被自我所困。我们快去找他。你看看是谁中箭？常言道，打倒昨日之我。你今日却被昨日之我打倒，可说是别开生面了。若冰，相公。若冰，他在来天极峰的途中，用针灸之术
让自己进入定境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亡妻的幻象，来减缓他的丧妻之痛。再这样下去，他的亡妻将会吞噬他本来的样子，而在现实中，他将会变成跟他亡妻一样的人。那不是失心疯了？有些人会以为是鬼上身。以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还能进入第8识吗？要治他这心病，就需要解决他最大的烦恼，而第8识正好是烦恼。看来你们也跟我一样克服自我了。走吧。不要！这就是第8识的入口，其布置是按照烦恼最剧烈者而定。这一点，怡风，你可能比我更强。但如果我们能心如止水，放下万缘，诸念不生的进去呢？那么识相之门便会马上出现在你们面前。那如果不行呢？如若不行，就得问布置者识相之门的位置。但由于第8识是依照烦恼而定，布置者也不一定能通过。一旦你们进入第8识，得马上判断出谁是布置者，布置者得马上报出识相之门的位置，否则，一旦布置者迷失，另一个也会有麻烦。师父，你会和我们进去吗？你终于当我是你师父了。如果我也进入第8识，我自顾不暇，便无法护你们周全。万全之策，我还是留在这里。一旦你们进入第8识，要放下一切执念，才可安全。知易行难，好自为之。行，孙敏，走吧。怎么会是天征教？不是说心中一片空明，万念不起，才可以进入第8识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眼前一片漆黑，再醒来时，便已身在这里了。切记，这里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你和我。我们看到的都是心中的幻影。这是幻象，徐若碧通不过幽险之剑，已经走火入魔了。你不要步他后尘。步他后尘？一切都是你的幻象。你先告诉我，识相入口在哪里？在家主书房。走。不行，如果现在跟你过去，他必定会来阻止我进入识相。我留下来吧，我早晚都得面对他。你要小心，不要落得跟他一样下场。行。相公，你杀了我就是为了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吗？若碧，我从来都没想过伤害你，但是你却对我痛下杀手，弃夫妻盟誓于不顾，是不是该死？若碧，我们不要再打了。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，我就留下来陪你。太好了，终于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开了。孙敏，我已经查到了大老板的死穴，你留下来，我们一起去报仇吧。孙敏，聚贤山庄的人全是我杀的，是我背叛了山庄。你想杀我的话，就进来呀！
孙敏，我爱你，留下来吧，我们长相厮守。哪一道才是识相之门？我身后就是识相之门，我身后就是识相之门。他会怎么回答我？哪里不是识相之门？他会怎么回答我？哪里不是识相之门？在定境之中，从来只有觉与迷，妄与真。当你了知虚妄，即知实相，所以这里才是识相之门。这里便是实相，这是现实，你了解的实相。请教阁下高姓大名？我有许多的身份，众多的名字，为了便于你接受，我这么说吧，我其中一个身份便是第一代白晓生。祖师爷，我奉恩师吕英奇之命，到此希望修成群星之力，捍卫正统。通过第80之时，你已与群星之力融为了一体。你到这儿来，不是修成群星之力的。吕英奇这个小娃，也难为他了，自己都跨越不了识相之门，却要教徒弟过生死关。那我为何会来到这里啊？来做一个抉择，可是有所抉择，后果必至。所以世上并无绝对的善恶与污，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力不虚发，再没有比这个更老派的了。你走了这么远，来到了幽玄之间，见识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奥秘，重遇我这个仇家，你就只懂得来个力不虚发。在现实当中，力不虚发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你认为在定境当中就能伤我？固步自封的庸才，难怪你只能走到第60，与我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当年武林高手不多，你们这些人运气好，能够占得一席。现下时代不同了，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武林高手，怎么跟绝世高手一争高下？水道还你！怎么样，我画眉的功夫还不赖吧？你说，你到底替多少女人画过眉，才练成了这一手？嘘，不许你胡说。来给我嘴唇上胭脂。啊？画眉还不够啊？你把我唇上的胭脂都给吃掉了，你还不给补上吗？
难不成你不愿意？行，只要是娘子提出的要求，我都愿意。这一部分的我，将永远留下来陪你。白毛，李教主，真是令人惋惜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在第8式当中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也就是了，偏要故作聪明，将你的夫人困在幻境当中，殊不知却错过了进入石像的大好时机，岂不令人惋惜？你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当然要拜你朋友钟敬所赐，他让我由生及死，又由死及生，走了这么一遭。现在我在定境当中，也能跟幽玄之间相连接了。哼，你不要把自己说的跟神仙一样。不然老李探花是怎么死的？啊，看来你还不知道，若在定境中死去，现实当中也会死去。白晓生没有告诉你们吗？如果你不信，我就验证给你看。别乱来啊！叶飞京，出来吧！你现身此处，恐怕李探花已死于非命。谁管他的死活呀？你我两人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。你不惜违背门规，用候选传人的事让我分心，让我不能用孔雀翎来完成复仇大计。可惜你不知道，孔雀翎已经被我和孙明毁了，复仇只能另寻他法。现下有空，便先来解决候选传人之事。看来，即使你境界再高，你也只是个被自心执着蒙蔽的人。即使你再厉害，即使你杀得了我，也杀得了将来的白晓生，你仍然会招来不断的挑战，因为你破坏了天地间的平衡，成为生灵的威胁。我根本没有想过会颐养天年。那么，我们该谈的都谈了，候选传人亦已进入石像之门，待他出来之后，便是新的白晓生。我提早卸任，想来亦无不可。这是你的事，我并无异议。想来不用我说，你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？你能在这里使出天外飞仙，证明你曾经历过一次死劫。你已经见过石像了。不错，还有呢？从你在这里现身，我便知道，如果你人已在幽玄之间，那只要用剑给我们每人一下，我们全都活不成。是啊，一峰正在拦截我。自从我见到石像之后，无论行住坐卧，都能连接幽玄之间。石像是怎样的？
没什么特别的。进入石像之后，会见到初代那个老头子，说着一大堆跟师傅一样的陈词滥调。好，那你动手吧。你相信我，对于我来说，你绝非次要，而是2个艰难的选择中，我忍痛放弃的那一个。我这一生孤独悲苦，也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是快乐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为你寻来了冰魄，你的美丽将永如今日。你应该还认得这把剑吧？希望你用你义父传给你的这把剑，告诉我，真正的飘香一剑是什么样的。当年你义父用独创的这招赢了力不虚发之后，我去求见他，想让他倾囊相授，谁知道这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，宁肯死也不肯在我面前透露半招。原来是你杀死我义父的。哼！士别3日，是该刮目相看的。吕教主今时今日的功力，已达绝世高手之列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哼！以前我碰你都碰不到，现在你奈何不了我。如果不是我功力大增，难不成是你大不如前了？奈何不了你，逗你玩而已。逗我玩，很好玩是吧？玩这个吧。这就是飘香一剑，不外如是。他们，当一个生命终结了，这里便有一盏灯点燃了。如果你目睹了生命的流逝，至亲的离世，当然会伤心、悲痛。但是在这里看来，不过像是灯火点燃，熄灭，来而复返，如此而已。所以，当你了解了生命的起跌往复，只是连串的抉择和因果后，你便可做出你的抉择。抉择什么？抉择做一个怎样的白晓生？你可选择智慧上集群星，或者大能超越五经，又或想不到你可以逼我使出天外飞仙，让我始料不及。你能挣脱天外飞仙的气劲之故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可你自身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拼了命抵抗，也只能再多活片刻，何苦来哉？其实你杀得了我，
只要孙膑出殿，你要死定了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指望他，道行根本不够，硬闯石巷，也许永远也出不来了。石巷中突破出来了。既然你也到过石巷，那你应该知道，你所做的因，将会导致你今日的果。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是如何超脱因果的。没人可以做到。受死吧！动手吧！顺便。我也未来得及向你道谢，替一静和唐纯报了大仇。等你执掌聚贤山庄之后，平衡正邪两道势力，就靠你了。我只是一介医者，未想过能肩负此重任。我真的不懂。那就对了。丧妻之痛这回事呢，最好的对症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，找一个新的事物，边学边做，那你便没有功夫去痛。我在天界风试过，很管用的。况且武林没剩几个门派了，你行的。你今后何去何从？有意义的事我都不做了。这种你最大的敌人，原来是你身边最好的朋友。最终真相，他是在忍辱负重。这种事，可千万别再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会继承老头的遗志，游历江湖，匡扶正义。还会回来吗？如果我回来的话，第一个告诉你，行吗？嘘。
真的要跟南片成亲，他该不会到现在还把你当成钟敬吧？哼，一个名字而已。这么吃亏的事你都肯做？爱一个人，没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。哇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不甘心。但是，他只记得他爱的那个人叫钟敬。不过，他确实记得我是他喜欢的那个人。你这岂不是自欺吗？起码，他现在是我的妻子啊。那你觉得，他到底有没有一丁点的喜欢你？他爱不爱我，或者是不是真的爱我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真的爱他。好，说得好。老头曾经说过，武林高手是硕果仅存，绝世高手是万中无一。在感情上，你可以说是绝世高手了。行了，师兄，我家就在附近，今天晚上你必须留下来，咱们兄弟俩好好吃吃饭，喝喝酒。哎，别了，别让南平认出我了，你们就完蛋了。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去找一个人，问一件事。他还好吗？哎，问那么多干嘛呢？好了，师兄，那我不问了，你自己保重。嗯。一大侠道：“孙敏，你还是称呼我为白小生。如果更亲近一点，你可以称我为上师，我也不介意。或者，我们还是以你我相称。以你我昔日的情谊，那也可以。我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什么叫做结束？开始跟结束只是一个轮回。你不要跟我兜圈子，最好说清楚吧。我知道你内心的苦恼，但我得告诉你，一切都只是虚妄，你又何必执着？这些大道理换到从前的我或许不懂，但我进入过定境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坦然承受，洒脱放下。一大侠又有什么好烦恼的呢？明白归明白，但要我放下对你的爱，我做不到。如果是身体痛苦，那说明有人在伤害你；但如果是心理痛苦，那只能说明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。那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？一大侠是拼死守护天极峰的盟友，在适当的时候来天极峰，我可以不用交换，告知你一个秘密。那可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特别礼遇。今日就到此为止。来人，送客。是。一大侠，请。匆匆，爱恨封存一念之中。不羡江湖去何从，只因你心痛，飘香一剑为情。众生有命，有人愿捍卫所爱，牺牲一切。
望断岁月清风，若不能何苦惊鸿？开口却无声。有人被仇恨吞噬，无法自拔；有人及时觉悟，超脱繁琐。看似各走其端，其实同业姻缘。我终于明白，这半生经历的所谓爱恨正邪，只是变化万千之中的一息，而众生模样，也在转念之间。奈何太匆匆，爱恨封存一念之中。不羡江湖去何从？只因你心痛，飘香一剑为情问梦。长剑恨不相逢，望断岁月清风。若不能何苦惊鸿？开口却无声，痴心一瞬天崩。如果等不到与你重逢，何处才会是归程？天下何惧来生？扶摇万苍穹，轮回宿命，是一眼你的影踪。忘掉所看到过的，忘掉所听过的，纵然痛苦，但只有了知虚妄，才能目视实相，明了这生